你那什么手气啊？还怨我呀？我想啊，不怪你怪谁呀？你说今天这500块钱又输光了。那可能啊，手气背呗。手气背，我在下面使劲用脚踢你，你感觉不到啊？那我也不知道你这什么意思呀，我也不明白呀。下次打牌再也不带你去了。你说你背的跟猪一样的，跟你定暗号都理解不了。行了，你别说我了，烦死了。这也到饭点了，也不知道你妈做饭没有。妈，在屋里也不知道待着干嘛呢。这都到饭点了，饭做好了没有啊？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饭我还没做好呢。你不是这不舒服，都是那不舒服。你说你天天有什么用啊？在家连个饭都不做。小飞，你看我这不舒服，今天这个饭你去做吧。算了，小飞，你还是去做吧。做什么呀？这打牌都输钱了，我哪有心情去做饭呀？你不做拉倒。妈，等下我们点外卖，你不用做了，你回屋休息吧。烦死了！你说说你妈，那么大年龄，在咱们家住着，除了吃都是喝，啥事她都帮不了一点。哎呀，这我妈不是年纪大了吗？哎呀，她不能做就别做了呗。咱们年轻，咱们多干点。你说的倒挺容易的，还多干一点，你怎么不干呀？哎，对了，让你妈去你妹妹家住呗。去我妹妹家，她哪有空啊？她可做着生意呢，一天忙得跟什么似的。还有啊，你可别忘了，这我妹妹虽然不照顾我妈，可是她每个月给咱们打了2000块钱呢。呀，打2000块钱又能怎么样？根本就不够咱们花的。再说了，你说你妈这一个人在家，做饭她也不做，什么都不干，这咱们两个吧，还要操着她的心，天天出去打个牌，还在想着你妈中午怎么吃饭什么的，烦都烦死了。这我知道，可是咱们有什么办法呢？不行，把你妈赶出去。啊？把我妈赶出去？那怎么能行呢？那是我妈。再说了，那万一被我妹妹知道了怎么办呀？你不说我不说，她怎么会知道呢？你看你妈也走了，这你妹妹每个月的钱就我们2个人花，多好呀！这也不用操你妈的心了。那也不行，那毕竟我妈把我养大了，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？怎么着啊？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是不是？我问问你，这日子还想不想过了？我当然想过了呀。那我问你，我和你妈必须选一个，你说你选谁吧？我选你呀。这还差不多。等一下听我的啊。妈，你怎么了呀？妈，走，我们带你啊去个好地方。去什么好地方啊？哎呀，你走了就知道了。走。我这生着病呢，去哪儿呀？哎呀，你走就行了，等一下就到了。儿子，上哪儿？这是哪儿呀？你让我这是干嘛呀？这是干嘛？不明白吗？我今天就告诉你，以后啊你就在这里待着吧，休想再给我回家。妈，你以后就在这儿吧啊，这我们家养不起你了，以后你别回我们家啊。就是，坐，别给我说什么。为什么呀，儿子？你不能不管妈呀，儿子。今天有空了，回家看看我妈。妈，真的是你？妈，你可回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呀？是你哥和你嫂子，他们把我赶出来的。他们说就让我在这儿待着，不让我回家。什么？我哥我和嫂子，他们两个太过分了。妈，走，我先扶你回家。走。哎呀，小白，你别说，妹妹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干什么？哥，你可真是个畜生！闺女，我问你，你们两个为什么把妈赶出去？你怎么回事呀？怎么上来就打人呀？妈，她自己想去上那待着的。我们家的事轮不着你插嘴。
我告诉你，要不是看在你是一个外人的份上，我早也抽你2巴掌了。哥，我在外面工作的时候，我是怎么交代你的？我不是说让你们在家把妈照顾好吗？钱不是问题，我每个月都给你打钱。可是你们这怎么做的？你们就大冷的天把妈赶出去？我们怎么做的？我们不是把他照顾的好好的吗？你一个月打那2000块钱，够干嘛的呀？根本就不够用的。这说了半天，原来是嫌钱少了呀。2000不够是吧？那行啊，那以后啊，我1分钱都不给你们打了。妈呀，你们不愿意养，我养。我今天把妈带走。不打就不打，不就2000块钱吗？谁稀罕呀？你带走正好，省得我们天天伺候他了。行，嫂子，你记好了，这话可是你们说的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从此咱们就恩断义绝。以后你们有任何事情都不要跟我联系。走，妈。你说你真是的，你怂得很。他打你，你不会抽他？我下次见面我就收拾他。行了吧你，天天就会说不了大话。正好他把你妈带走了，咱们也省事了。行了，我饿了，做饭。你去做去，我还饿了呢。你看我去。来，坐下吧。哥，你这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得这种病啊？哎呀，我怎么知道？我也不想。咱们家的钱，为了给你检查病，基本都花完了。我知道，要不就算了吧，别给我治了。小白，你说你还那么年轻，怎么能不治呢？要不这样吧，咱给咱妹妹打电话，这你们毕竟是姊妹2个，她不会见死不救的。他能来吗？当年因为咱妈的事儿，他那么恨咱们。这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。再说了，你现在生病了，我想他应该会帮的。我给他打电话。喂，大美，你，我找你有点事，你来我们家一趟吧。行，那我们在家等你啊。打过电话了，这大美说她忙完手上的工作就过来。行。你来了，大美。找我来什么事啊？快坐。大美，我知道当年我们做的不对，但是这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，你就原谅我们吧。这你哥现在生病了，这我们所有的钱都给他看病用了，也都花完了，你就帮帮我们吧。我哥生病了，你们钱也花完了，想起我了。大美，你叫我也没用，当初你们2个是怎么对妈的，我还记得一清二楚。大美，我知道当年我们把妈赶出去是我们不对，但是你看这你哥，你们2个可是亲姊妹呀，这你哥已经生病了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亲姊妹，那我妈还是他的亲妈呢。我妈这怀胎10月把他生下来，辛苦把他养大，他就是这么报答他的。羊羔跪乳，乌鸦反哺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难道他不懂吗？他现在变成这样，那是因为他活该。那时候我记得我跟你们说过的，你也记得很清楚，不是吗？以后你们有什么事情不要跟我联系，我不可能会帮你们的。哦，对了，你们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那是你们咎由自取，这是报应。大美，行了，小贝，这怎么办呀？没事儿，这大美说的没错，都是我的报应。